安倍晋三说，台湾出事儿就是日本出事儿。我看有必要让日本明白，有事儿没事儿别找事儿，找事儿就是有大事儿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仗着自己现在不是首相，可以大嘴巴说话。12月1日上午，安倍晋三受邀参加台湾所谓国策研究院那个智囊举行的论坛，并且就所谓的日台关系发表了一个视频演说。既然是参加台湾的论坛，那肯定说话的时候就顺着台湾方面的胃口说下去了。在讨论中日话题的时候呢，安倍晋三一方面表示日本应该推进与中国的关系，同时又在台湾政客面前拿出一副坚贞不屈的样子，表示要坚定地向中国这个巨大邻国说出想要说的话。不过1949年8月的时候，面对美国，日本好像就没有这么坚强不屈了。他认为钓鱼岛、与那国岛等等他所谓的日本领土距离台湾才100多公里，大陆如果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，那么就会对日本的所谓领土构成严重威胁。台湾的紧急情况就是日本的紧急情况，也就是日美同盟的紧急情况。他认为北京方面要认识到这一点，不能误判。一边说推进跟中国的关系，一边又把美日同盟抬出来，让北京不要误判态度，这里就有明显的威胁架势了。我们当然不会误判，几十年来我们做的所有的准备就没有误判什么美军一定不会干涉。我们只是做了2手准备，一方面是尽可能通过外交方式让美国和日本有一个正确态度，或者用军事手段阻止美国的干涉。如果外交这条路走得通，那么任何国家只要光明正大支持中国统一，我们就绝对不会忘了这些国家的好处。美国也好，日本也好，只要不干涉台湾问题，我们也不会伤害他们的任何战略利益。太平洋足够大，容得下中美2国，这话不是空话，不是白说的。日本也完全不用担心他们真正的几个领土有什么安全问题，毕竟隔着那么远，我们误炸不了东京。还有日本担心的什么海上航线安全，你不危害我，我何必封死你的航线？最多日本不愿意跟随中国发展，做不到一荣俱荣。但是如果外交手段没有让日本清醒，日本或者美国坚持干涉台湾问题，特别是军事干涉，那我们只好陪日本玩一玩他们最喜欢的运动渡国运吧。真的不开玩笑。台湾问题我们输不起，堂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，自己的领土要是都保不住的话，那江湖上就别混了，怎么向14亿人民交代？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后退的余地。任何人如果想阻止中国统一，那就是威胁中国的生存。日本如果想让中国的生存出问题，那我拉着你日本一起出问题可好？我们不可能吃了亏还留着日本在边上占便宜。所以日本打算付出多大代价，他能够承受多大代价，有没有想好？本来这里就没有日本的事儿，日本政客还非要找事儿，那么我们可以向安倍以及其他日本政客保证，这么找来的事儿一定不小。到底要日本还是要台湾？日本必须想好。要日本就别向台湾伸手，要台湾整个日本全跑不了。说白了，我们可以确保台湾出事儿，日本也没事儿，但同样也可以确保台湾出事儿的时候，日本一样糟糕。所以我们也不想说什么日本图谋一定是不会得逞的，对于安倍晋三的态度，外交部正式回应都太抬高他了。态度和能力我们都有，干涉台湾这笔账的得失，我们也可以平心静气的帮日本算好。要什么样的结局，看着账本，日本自己挑。好，关于所谓的台湾有事儿，日本也有事儿，我们给日本安排个什么事儿比较好？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明天再聊。